黃仁勳有一個夢，他去建構一個 AI 的世界，他要去建構這個 AI 世界的基礎工程，他要讓這個世界跟過去完全不一樣。而如果他要去建造一個 AI 的基礎工程，非常清楚的是，台灣就是讓那個逐夢踏實的地方。現在他有想法，可是這個想法要怎麼落實？這個想法要怎麼實踐？看起來他是跟台灣的供應鏈牢牢的綁在一起。但問題來了。現在台灣跟他的關係就是真的這樣的一個密切嗎？他對台灣真的毫無保留的信任嗎？他對台灣有沒有一些疑慮的地方？台灣的政策、台灣的這個努力有沒有需要調整？如果有沒有一天是說台灣的政策趕不上，或者台灣的基礎建設出了問題，會不會讓我們本來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就這樣子喪失呢？若要談這個問題，我就邀請了 DIGITIMES 的這個創辦人，這個黃清勇先生來跟我們聊一聊，因為他最近也跟黃仁勳有一個非常深度的對談，而這個深度的對談，他了解黃仁勳的想法是什麼，黃仁勳對台灣的看法是什麼，而台灣的供應鏈跟黃仁勳的夢想之間又有怎麼樣的一個連接，而這個連接可以長期的發展嗎？這個連接真的沒有問題嗎？黃院長你好。你好，寶傑，還有寶傑怎麼說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黃長剛才講的是這次非常難得，就是黃仁勳把他的 DIGITIMES 這個等於把他的 GTC 的這個台北放在台灣，這是第一次 GTC 的大會，在美國以外的地方，代表他非常重視台灣這個地方。可是我們就非常好奇啊，台灣真的有這麼好嗎？台灣的供應鏈真的有這麼棒嗎？現在如果黃仁勳要去建構一個 AI 的基礎工程，他真的非台灣莫屬嗎？寶傑，您看到台北電腦展的第一天，主辦單位說，第一天的 keynote speaker， 它代表的是10兆美金的公司，都是世界頂級一流的公司。他們為什麼都到台北來？不是只有黃仁勳啊。但黃仁勳在隔壁的台北流行音樂中心，另外開了一場2個小時的課，我在現場聽了2個小時，然後2個小時以後，我跟他有1對1的對談，就我們2個。所以他不是把我當媒體。寶傑也知道我是台灣最資深的產業分析師之一，而且我不玩股票，我不談股票，不談股市，因為我們是收集全球資料，用供應鏈的角度提供資訊的公司。所以黃仁勳常常看 DIGITIMES， 所以他對我很熟悉，所以我才有機會安排一個特別的對談。好，那我現在先回答您的問題。您也知道，黃仁勳跟台灣為什麼高度綁定？關鍵在哪裡？他自己的財報就洩露了很多的訊息。第一個，您知道 ChatGPT 出現的第一個 quarter， 第一季，2023年的第一季 ，NVIDIA 的營業額是71.9億美金。上一季剛剛發布的財報是816億美金，多了11.3倍。OK， 一季的營業額增加11.3倍，他碰到的問題是什麼？他碰到問題，到底誰把產品做出來？對，他必須把實體的產品送到客戶手上啊。不管那個客戶叫做微軟、Amazon、Google、Meta， 或者是 Oracle， 甚至是韓國的三星、印度的 Tata， 他都需要充分滿足他們的需求。誰能夠把產品快速的交付出來？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現在的技術跟以前完全不同。以前呢，我們只要很聽話就可以了。什麼叫很聽話 ？PC 標準規格，我規格給你，照着做就好。你就照着做，公版，大家照着做。規模越大，越標準，你的市場規模機會，你價錢好，你就可以搶到市場。所以以前在個人電腦的時代，你只要打敗別人取得訂單，你就是贏家了。現在不是哦，現在因為它的 AI 的應用放在智慧製造，自駕車、無人機、智慧家庭，甚至更多你現在想象不到的應用。那麼它是一個多元無窮變化的商機。請問一下 ，NVIDIA 這家公司怎麼去定義市場？這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事情。對，以前標準化的產品規模就可以，所以它需要連接所有的供應鏈，跟它一起 co-work， 一起創造出這樣的一個 ecosystem。所以當所有人都在談生態系的時候，我們現在對生態系的理解是跟以前不一樣因為他現在是摸着石頭過河。是，但是他發現我們台灣這條河啊，太多寶石了，太多寶石。而且坦白講，
我跟黃仁勳1個小時的對談，對，我從來沒有壓力那麼大，我也很有經驗，我已經工作40年了，但是我發現全世界還有人這麼了解台灣供應鏈的，我不認為很多啊，因為我已經工作40年了。你等於說你是台灣第一個針對在竹科，然後呢針對這些科學園區，那所有的工廠，你去了解這個生態鏈，而且去了解每一家的這個所謂的技術的能力。你說黃仁勳跟你是可以比拼的？我不敢說比拼，其實我們兩個專長不同。我呢比較笨，好 button up 什麼意思呢？我40年前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有一個工作你知道嗎？我必須到中華民國海關查每一家公司的出口報單，所以我就知道，神達、宏基到底把 PC 賣到北歐還是賣到南歐，哪一個國家賣的比較好？這個我很有經驗。對啊，或者奇怪了。A 公司明明報價1000塊，為什麼 B 公司只有報價800塊？為什麼差不多是600塊？問題在哪裡？你會發現，原來一開始賣到美國的筆電比較貴，不是沒有面板，有一些公司沒有面板，因為要節稅，所以你就開始找到很多不同的問題嘛，所以不同問題你去跟業界的朋友請教，他會教你，你越累積越多，跟他一起成長。然後我以前在情報中心當主任，我當主任的時候最大的優點是什麼？因為那個世界沒有 Internet， 你說你在資策會的資策會情報中心，現在產業情報研究所，以前我是負責人。OK， 我當負責人的時候啊，沒有手機，沒有智慧手機，沒有 Internet， 對不對？所以呢，施正榮啊、苗豐強啊、張忠謀啊、郭台銘啊，他們有問題就直接打電話找我，所以我跟他們就很熟。所以我是跟他們一起從最 scratch， 從底層開始慢慢摸索。我們的功夫是這樣練出來的，但是你也知道美國人最擅長的是什麼？品牌經營。現在他們最擅長是定義市場。寶傑，我想你會同一個觀念第一名的公司不用談市占率，第一名的公司我決定新的市場，讓別人永遠跟不上，我讓你看不到我的車尾燈，就誰定規格誰就是贏家。是，所以你知道定義市場模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怎麼看 Morris？ 怎麼看張忠謀？張忠謀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我看到3年、5年、10年以後，我到底應該怎麼經營？我的事業模式用事業模式取代我單一產品的成本跟價格。所以美國人很擅長這一套。所以問題來了，黃仁勳 NVIDIA 什麼時候創業的？1993年，對不對？那請問一下，一開始的繪圖晶片賣給誰？我今天也跟他談這個事情啊。我覺得電腦展第一天，我跟他對話的時候，我就說。你一開始做繪圖晶片你就賣給台灣的主機板跟繪圖卡公司，所以你供應鏈你非常熟啊。我就對台灣表示，他也知道怎麼殺價他也知道怎麼大量購買OEM 他都知道他非常熟悉。好，但真正起飛當然不是2000年以前，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開始他也在摸索所以他的書裡面《輝達之道》，他也談到很多什麼，他說。如果知道創業這麼辛苦，他也不要創業，對不對？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創業非常辛苦。好，現在問題來了，您開始提到的時候，未來的人工智慧的世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它已經超越我們現在99.99%的人的想象。為什麼？假設寶傑，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假設我是鴻海的廠長，我的工廠的不良率100萬分之1，假設是這樣子。100萬分之1絕對不是用人力可以挑出問題的，對不對？它一定是人工智慧，它會自動顯示，然後它會自動 fix， 自動去修正它不應該犯的錯，它下次不會再犯。所以我們開始去理解智慧製造對台灣的意義跟價值是什麼。我們不能用過去傳統工業工程的觀念去管未來的世界嘛。好，所以上次我記得我到你節目的時候，我也跟大家提到這個事情，你沒有發現嗎？廣達、緯創、鴻海這些公司的員工總數都大幅減少，所以量產製造的觀念也改變了。第二個，產品越來越複雜，您都發現了嗎？第三個，你會發現產品的多元性、價格區間落差很大，它跟以前完全不同。所以呢，回過頭來就是為什麼黃仁勳跟台灣高度綁定，因為他不可能在其他的國家擁有這樣的條件。好，因為我們過去的缺點，今天可能正好就是我們的優點。什麼意思呢？地狹人稠。對，好，人口密度高，然後第二個，
我們都混很久啊，從原來的 PC， 對，我從對不对？对，我從 PC 研究，我已經做40年。像他在台北電腦展的第一天，他跟他做報告的時候，他談到一個 reinvent PC， 就是新開發新的機種的 PC。他跟誰合作？他跟微軟合作。哎，寶傑，你會不會開始擔心說，那 Intel、AMD 到底要怎麼辦？對，因為他說我要通吃哎。以前是 Wintel， 就是等於說是 Windows 跟這個 Intel， 他現在把 Intel 給趕掉了。對，我直接跟 Windows， 而且我直接把 GPU、CPU 跟我的這個 CUDA 的系統全部都放在這裡面去了。那是一個完全，他所以說我現在在定義一個新的 PC， 我在定義一個新的電腦，那個是一個非常豪爽的口氣耶。對，然後他又跟你講 mobility 行動連結，對不對？好 mobility 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哦，耗電。好，那耗電用誰的解決方案比較好 ？ARM 的解決方案比較好。所以用 ARM， 因為行動對，所以 ARM 加微軟加 NVIDIA， 那麼它可以組成一個不同的陣營。對，那X86就沒了。所以啊，所以你不覺得？就以前我們20年前、30年前那個 Intel 的原來的 Andy Grove， 他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啊。10倍數，對，10倍數是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對不对？只有偏執狂能夠生存，對不對？我們那時候在想說，那怎麼才能打敗 Intel？ 你根本想不出來，對不对？你現在發現說，各種，其實他說 Andy Grove 講了一句話，那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如果你是產業領袖，別人會想盡辦法分享你的成果，直到你一無所有。對，哇！我在想，我也对你印象深刻，是不是？是。好，那我們開始想象一下，就是說，如果你有幸，你很幸運在某一個領域是第1名的公司，你要怎麼才能持盈保泰，繼續維持你的競爭力呢？對，你只有一條路，繼續往前走。第二個，你要讓以前那個武俠小說是最厲害的人，是任何角度都可以出招。你開始想象一下，天下武功唯快不敗。對，然後呢，你開始想象一下，就是說，我在10個應用，我用10個不同的方案，我用軟體、硬體整合，我用半導體跟系統，整個電腦電子產品整個系統連接的方法，不斷的交叉，讓競爭者永遠看不清楚我在幹什麼。對，啊，這個方法是什麼？好，所以最後他發現有一個槓桿，2個字就是台灣。台灣是最好的槓桿，因為他又熟，然後他跟台灣的社會有很高度的互動。你看到那個台北電腦展，對，他那個 GTC 大會一開始大家講什麼？他在介紹幾家他常去的餐廳，花兩小館，對不對？磚窯，對不對？我吃在這裡，我這個生活在這裡，然後我的工廠、我的工作夥伴在這裡。但是他為什麼去定義這個事情？他要表達他對台灣的高度肯定，感謝。但他也知道，他必須善用台灣的力量，所以他在最後整個2個小時的簡報的最後，他是什麼？他用 AI 做了很多影片，然後是台灣的夜市場的影片，讓大家知道說 ，OK， 我是真的理解台灣的。他的 deliver 其實坦白講，輝達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輝達是個 B to B 的公司，他根本不需要跟社會大眾打交道。沒錯，沒錯吧？哈，那他為什麼願意？他不是到消費者手上的。坦白講。我在1個小時跟黃仁勳對話的感覺，就是坦白講，他真的對台灣很好。我很樂意這樣講，他真的有對台灣有感情。我真的可以感覺得到哈，他在字裡行間表達那個情感，是一般國際級公司比較不容易看到，不能說沒有。對台灣的感情，對台灣感覺，對，你可以感覺到，他問我問題的時候。他是站在台灣的立場問我問題，而不是站在他公司的立場問我問題而已。所以這一點我們也很感謝。所以我有跟他表達，我說我是台灣的公民，所以我代表台灣的老百姓也謝謝你。我說，因為你的確鼓舞了我們。好，我現在其實比較擔心的問題就是說，台灣的老百姓、社會跟政府，對這個事情有多少理解？你的信心可以到達多高的程度？我不能說100分。也就是說，這個東西能夠持續多久？對，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其實基本上是跟他完全的綁定，可是綁定以後中間當然還有一些問題。不過我覺得他對台灣很妙的地方，你剛才講台灣，我看了以後，我覺得台灣非常非常的特殊。你剛才講台灣是一個地下人稠，地下人稠，我後來發現說，他不是今天推出了這個 Vera Rubin 嗎？Vera Rubin 裡面不是所有的都是模組化，都是客製化，然後的都是模組直接推進去。我後來看了仔細的資料才知道說，黃仁勳可能有一個概念。
我的 VR 乳冰要怎麼做？我可能要做模組化，我不要再有纜線，我不要再有風扇，我不要再有水管，因為這個東西會讓我維修變得非常麻煩。因為在之前有水管、有風扇、有這個所謂的纜線的時候，我要去維修一個東西，我可能要2個小時以上或更長的時間。可是我現在的模組化的話，我只要5分鐘。可是我要做到5分鐘的時候呢，他說那個滑軌，我本來以為說那個滑軌有什麼了不起，川湖憑什麼有這麼高的價錢？可他說那個滑軌很重要，因為你要滑軌在推進去的時候，它不可以有任何誤差。它的公差要在1/1000，那你說我這樣推進去就了解嗎？沒有，川湖的人必須要跟祁宏的人要有研究，因為你要什麼角度進去，我那個接管要怎麼樣的接上去，還有我的 PCB 板要怎麼樣的放，你的配重要怎麼樣。所以以前比如說我就單打獨鬥，你做不出來。可台灣廠商有一個厲害在哪裡？我這些廠商可以合作，也就是我的祁宏跟我的川湖跟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臻鼎。我們倆可以討論，我們可以做出一個最適化，包括以台積電為龍頭，台積電為龍頭之後呢，台積電就可以分配，我怎麼可以把它最適化？所以黃仁勳可以說我要做到什麼程度，我有什麼樣的想法，我有什麼樣的夢想。後來我才發現為什麼他這麼愛台灣，台灣的供應鏈為什麼這麼厲害？是台灣可以捐棄成見，我們可以自己合作，我們的廠商可以自己討論，我們在最短的時間裡面碰到問題，可以馬上找當地的廠商來討論。所以你所有的夢想，我們講逐夢踏實。他的夢就可以在台灣整個落實起來，所以你就講的我就懂，說為什麼他對台灣的供應鏈這麼熟悉？因為他每天要跟着台灣供應鏈開會，每天他跟台灣人這個聊天，跟你了解你的狀況。那所以他的東西是跟台灣，我們可以說是跟他攜手合作做出來的。沒有錯，寶傑，我想你同不同意一句話哈？就是全世界的產品，只要華人學會了，就沒有人做得比我們好。真的哦。成本也好，品質也好，台灣人，華人都是世界一流。好，現在問題就是也牽扯到中美兩強爭霸的問題。對，所以有很多敏感性的產品不能在大陸做，那麼台灣就是最好唯一的選擇。去宏供應嘛，真的是這樣子哈。這第一個，第二個呢，台灣的社會環境跟大陸有什麼不同？台灣的社會環境就是 ABCDE 公司，我們比如說我們 EMS 製造大廠，全世界前20大，台灣佔了8家。那台灣這8家今年第一季佔全世界71%。好，那問題來了，你有沒有聽說過這七八家的老闆相互校正對罵的？好像沒有，沒有，從來不會。他們可以坐在一起吃飯呢。對啊，對不對？對，趙雲業都是一起吃飯。所以為什麼？就台灣的一方面競爭，一方面保留大家可以相互合作的空間。第二個就地狹人稠嘛，所以3不5時坐在一起吃飯，一回生二回熟，大家不會用難看的字眼對待對方嘛，所以熟了，大家讓點步，大家有時候交換一下條件，你也可以解決問題嘛。所以這些都是台灣很大的優點。然後呢，最後一個就是說，我們的工業真的大部分集中在新竹以北。好，新竹以北的溝通非常好，好，但我們運氣真的很好。一旦我們規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發現高鐵蓋好了，對不對？我們有中科，我們有南科，對不對？所以南科、中科也形成聚落。現在我們該思考的是說，其實黃仁勳在第1天的演講裡面，他很強調一點，就是 LLM 大語言模型背後的 harness 束線那個捆線啊，就是連接的所有的線條，你怎麼把它串在一起？如果黃仁勳這個世界級的大老闆，他想到所有的 harness， 所有的線條千絲萬縷，要連接。那麼我們政府跟台灣的社會，要不要多去想想，怎麼去協助中部、南部的2線的供應商，精密機械的、化學材料的？是黃仁勳特別跟我強調一點，他說：“我知道以前台灣的化學做得非常好，那現在跟產業界的關係能不能提升？”他在問我這個問題，也許將來會有更多材料的問題。好，現在問題就是說，回來。台灣到底還有幾年的榮景 ？AI 到底有幾年的榮景？你知道黃仁勳怎麼說？他說：“只要我繼續一直下訂單，現在就是他們。現在我請他們投資，他們都願意投資。所以投資跟訂單都不是問題。對，就是他們喜歡台灣這個地方，台灣也的確可以幫他們解決問題。可是他對台灣有在乎的地方嗎？你有問他說？”台灣現在當然講了，就是說我在這個所謂的解決你的方案上，因為他講台灣已經不是一個代工廠，台灣已經是一個解決問題方案的地方，
也就是我今天不是幫你做代工，然後剛才講的規格其實是我跟你一塊去想象出來的，那所以他對台灣非常信任。可是重點是，你也問他說，對於台灣的，比如說人力的問題、能源的問題，或者政府政策的問題，他有回答嗎？寶傑，坦白講，我一開始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比較保守，比較保留。我從簡單的問題問起，我問他說：“你不覺得台灣會缺人嗎？我們少子化。”你知道他給我的回答就是說：“如果以後都是智慧製造，你覺得這是個問題嗎？”所以他覺得台灣的人力不是問題，人力不是問題，台灣的少子化不是問題，不是問題。他覺得可以解決。是好，因為以後工廠的人沒那麼多了，不需要那麼多人。你只要新的工廠全部是智慧製造，那麼你有多少商機？因為只有台灣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他最後一再的強調能源。所以他那天講的很客氣 ，maybe。對，我覺得，坦白講，我們也是中立的第三者，我們希望這個社會更好嘛，對不對？政府政策不改變之前，我們不能過度強求。但是我們現在，如果政府已經告訴我們能源政策要轉向，我是建議政府回應企業界的需要，因為很多制造大廠它不適合很強硬的方法去回應政府說你能源不夠，或者你可能會缺多少。我們如果用舊的保守的觀念來看未來的能源電力的需求，那問題不大。就像政府講的，2030年、2034年沒有問題。對啊，好，如果是這樣子，那是舊的思維哦。如果我們需要智慧製造，假設寶傑你有看到嗎？今年3月份的時候，台灣的總出口超過800億美金的。大家對800億美金的概念是什麼？大家如果知道去年台灣一整年的總出口只有6400億美金，你把它除以12。那你就知道一個月是500-600億美金呢。我們3月到800億呢，然後黃仁勳說訂單很多做不完，而且到了3月還是應該是淡季。他跟我講的意思，我的解讀是1-2年之內訂單爆倉，對，所以訂單還很多。問題是，你可不可以看到3年5年以後的市場？是因為他說，如果讓我們有能源上面的 concern，他這樣講的嗎？他認為說製造廠不會講話，但如果製造廠心裡面很擔心，說我真的把工廠設在台灣，電力不足怎麼辦？對，他是未雨綢繆，他會幹什麼事情？他會把工廠放在東協、南亞的國家，或者放在留在大陸，他有幾種選擇啊。因為他想的事情絕對不是明年的事，他一定想5-6年後的事啊。當然是這樣子，所以我們開始去想一下，就是作為一個政府，因為你知道你的政策形成以後要落實都要2-3年，國家預算也沒那麼快啊。所以它有很多戰略布局，我們要有 lead time， 我們要想象說，我們可能要延後1年2年。所以現在政府要開始跟社會溝通，我們的世界跟以前的世界完全不同。那麼我們還是用30年前、20年前核能政策來思考我們未來的產業問題嗎？來不及了。所以我們現在，寶傑，你會同意台灣經濟立國，產業立國，我們沒有經濟，沒有產業，社會怎麼辦？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很幸運呢，我們從 PC 王國一路走過來，後來變成半導體王國，對不對？後來發現 PC 加上半導體變成一個很棒的生態系統，對，因為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好的解決方案，而且，寶傑，您了解嗎？Big Four，Amazon、Google、Microsoft、Meta 這4家公司，去年的營業額多少？去年營業額是4300億美金。今年資本支出是7250億美金，比它營收還多，多多少？多68%，我算了。你想想看，他今年要花的錢比去年的營業額還要大，那是個什麼世界？因為軟體公司，各位知道，我剛才講那些都是軟體，他們在定義軟體的價值。各位知道，軟體複製使用的成本很低，但是發揮到極致、極大化的時候，他發現一個問題。它需要更好的算力，對，跟更好的存儲的空間，對不對？所以它就需要台積電生產的尖端晶片，好，或者是韓國生產的記憶體。那請問一下，台灣要不要發展記憶體？當然，我們開始要考慮這個問題嘍。而且你知道，美光60%幾的記憶體都在台灣生產。是啊，好，那我們講的 crazy 一點稍微狂妄一點，你要有想象力嘛，不一定會對，我說。你會不會同意有一天台積電也做記憶體？不是 in memory computing 哦，
如果你會知道說他可能會做記憶體哦，因為他必須考慮這個。你怎麼會認為三星不做邏輯 IC 呢？他最做邏輯 IC 當然要做嘛，對不對？他最後就是一定是 hybrid 混合型的解決方案，因為你不知道你的晶片會用在哪個地方，它是記憶的功能、快速回應的功能比較強呢，還是運算的功能比較強？兩個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必須知道第一級的公司，他們看起來是決定全世界市場，過去都是他們在決定，所以你會發現說，全世界有10家1兆美金以上市值的公司。除了台積電跟三星做半導體之外，其他8家都設計半導體，都是軟體公司。好，那他們定義的市場，他們現在需要我們把它生產出來。然後有一個公司叫 NVIDIA， 把中間那一塊填起來，就是你們的隔閡我知道，你們的痛苦我知道，我幫你解決了，所以你就聽我的。然後他現在在定義整套的市場。好，所以重點是說，我們開始想象一下，第一層是世界級的資訊服務公司，這就是您今天幫我們帶的。對，這一張圖是我 demo 給黃仁勳看的。我說上面那一排，亞馬遜、微軟、Google、Meta、Tesla、蘋果，他們是在定義軟體的價值。第二層呢，你看到重新定義的市場的經營模式，這是 NVIDIA 做的事情。當然有一些變數在 Anthropic 或者是 DeepSeek， 中國也有可能啊。好，這個2個基本上台灣人不用太花腦筋。為什麼？因為我們無法參與定義市場，對，我們要看得懂，看得懂他們在玩什麼。下面這3層呢，跟台灣有關，跟台灣有非常，就是我用那個黃色的虛線框起來那一塊，跟台灣有關。第一個就是尖端晶片是台灣做的，TSMC，當然 Intel 跟Samsung也有一定的技術的能力。第二個就是說記憶體，大家對電子產品有基本的概念。第一個就是電子產品要有運算能力。第二個觀念就是電子產品要有存儲資料的能力，所以這2個就是這2個是關鍵。好，這是第3層的。那我們跳開第4層，先看第5層。就最底下這2個，大家有沒有看到 EMS 公司？就量產製造的公司。什麼叫 EMS？ 就是我們的英文叫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簡單的概念簡單的廣達。對，簡單的概念就是。不管什麼產品我都會做，就是你只要開規格給我，我就幫你做，我就做得出來。好，這是我們 EMS 公司，全世界20大，台灣佔了8家，那我們佔了71%，所以我們也沒有真正的對手。好，那另外一個橘色的這一塊，我覺得特別應該跟大家 highlight，跟大家強調這個事情。我們有將近50家1000塊以上股價的公司，他們都是冒出來的，然後在特殊領域上有特殊功能跟 performance 的公司，所以我們很高興有這家公司。好，現在問題來了，寶乾，您期不期待台灣有更多千金股？當然期待，是不是？好，那我們要去想辦法去創造出這個想象力。我們的想象力是什麼？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跳開來說，中間那個白色的第一個 networking 網通型的解決方案。聯發科當然是重點，高通是重點，博通是重點，對不對？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還有一些我們台灣不擅長的技術、設備、材料、光學，然後光纖，所以其實呢，我要到紐約去。我去紐約哪裡呢？我去康寧。你去康寧？我去康寧，我有90分鐘的演講，跟康寧的高階主管講。其實我帶了一個夢去。怎麼樣？什麼夢？我就是希望康寧有沒有辦法跟台灣合作，再找出20家千金股公司，大家來台灣投資。Yes， 因為我們光學弱嘛。對。如果康寧把最好的光纖技術，跟台灣某一種工具，設備能夠連接，因為光纖跟銅線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散熱、耗電，所以光纖很重要。所以你知道，輝達投資的康寧32億美金。這我知道。我有問黃仁勳，他說我當然知道這個事哈，所以我就知道說這些公司呢，以前我們跟康寧、跟蔡司，康寧以前我們都認為 LCD 面板，他幫我們做面板啊，它跟光纖有什麼關係？它真正股價漲了3倍是因為光纖的關係，所以我們分杯羹嘛，對不對？那分杯羹是我們要塑造一個什麼樣的光纖、光通信的環境？對，好，所以接下來有很多事情台灣要做，好。這個要做的東西，當然牽涉到智慧製造。如果大家想象，就是說我們現在一季出口可以到800億美金，但我們要去想象，我們有1000億美金的時候，我們怎麼辦？
我們需要多少電力。現在速度，因為您也知道，那個黃仁勳在台北電腦展第一天的時候，他開場講什麼？大概前面第1分鐘還是第2分鐘，他講了，他說：“我知道台灣今年 GDP 的成長率接近10%，amazing， 對不對？就很令人驚訝的10%是什麼意思？”好，寶傑，你知道我在不久之前2、3禮拜以前，我到韓國去，我說韓國今年第1季 GDP 的成長率 YOY 年度成長率環比是3.6%。韓國是30個 OECD 開發大國已開發國家裡面的第1名。對。那我說你們大概不知道，台灣是13.7。哦，所以韓國人也很驚訝。以前韓國的媒體不太報道台灣的新聞。在那一天，除了我講課的內容被報道之外，我們台灣那個台灣漫遊錄，正好那一天得獎啊，杜克獎。哎，這很難得，就是說。韓國以前不太認同台灣，他認為台灣不是對手，但是韓國跟台灣現在已經走出不同的路徑。韓國做垂直整合，它還是很厲害，好，但是台灣變成每個角度都可以出招，這個就會牽涉到生態系的問題。所以我們有1000家上市櫃公司，這些公司呢，它的價值是什麼？第二個就是說，過去我們的短板變成我們的長處，短板就是地狹人稠，对不對？那地狹，我們開始發現，哎，效率挺好的，對不對？人稠，哎，然後我們現在碰到少子化的問題，我們會不會人不夠？就發現，哎，無人工廠也可以了。你開始慢慢有很多相關的解決方案，就台灣賜福，就是上帝賜福台灣嘛。我們只能這樣想，就我們運氣太好了。OK， 作為我們幸運的這一代，我們怎麼去跟社會溝通，讓大家知道說，好好搶佔這個黃金10年，我們怎麼去想象的黃金10年？因為你在這個圖裡面非常清楚說，為什麼現在不管是這個所謂的 Amazon 或者是這個 Microsoft 的，包括 Google 和 Meta， 他們家大量投資，其實都是把我要搶佔壟斷市場。我們知道，你有2個東西可以賺錢，第一個就是你定義市場的人，你可以賺到錢；對你壟斷的人，你可以賺到錢。你這個才可以真正，其他競爭其實賺不到什麼錢。所以現在大家都想壟斷，大家你如果不去把你的算力提升，你就会被淘汰。所以大家就要军備競賽，軍備競賽，你很多東西都只能在台灣。那剛剛講，這是台灣天大的機會，台灣從來沒有想過說我會在全世界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我也沒有想到說我的股市市值會在全世界變成第5大，我更沒有想到說現在全世界連 Morgan Stanley 都要來台灣開這個年度會議，它甚至我們的 ESMC 我們的這個權重是不斷的在往上升。重點在哪裡？我們要能夠生產製造的出來，我們的價值就是這樣。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来。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為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嘛。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
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